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惠子，这期来介绍一下水系神兽吧。一、水晶。水晶设定上是被凤凰复活的3只宝可梦之一，它是北风的化身，并且拥有净化水质的能力，所以这也解释了它能学会一些飞行系技能的原因。它在动画中神神秘秘的，但是在漫画特别篇中非常活跃，以一己之力依次击败成都各道馆馆主的画面实在太过强势。游戏中它有着3圣兽中最优秀的属性和种族分布，这就说明它战斗力不会差。耐久3为100、115、115，非常突出。本身水系弱点少，所以它能够使用冥想加睡觉组合，耗死一大批力度不够的宝可梦。2、盖欧卡。盖欧卡是风眼地区传说中的宝可梦，其在古代是创造海洋的强大宝可梦，死对头是固拉多，但实际上盖欧卡根本打不过固拉多。在究极规则中，盖欧卡永远被原始固拉多一个头，因为哪怕固拉多没有抢到天气，也不影响他使用断崖之剑，而一旦盖欧卡失去了原始之海特性，他就只能做一条咸鱼了。动画中他出场率比固拉多高，剧场版沧海王子马纳菲中他也有出场，不过就是出来接应马纳菲的，但是官方并没有解释他和马纳菲的关系，可能单纯的认识吧，不存在什么上下级。在日月120集中也出现了一只盖欧卡，这只盖欧卡和其他个体比逊色太多，被一群猎人追捕还中了毒，最后还被水莲掉到浅海，1级神牌面直接崩塌，不过看体型这只应该是幼体。3、菲欧娜。菲欧娜是马纳菲和百变怪生下的孩子，但是她很弱，种族仅有480，她的分类是普通宝可梦，但是她不能进入对战设施。根据能否进入对战设施来算的话，她的确算神兽，准确说是幻兽。他没有自己的剧场版，仅在 DP 112集中登场，还喜欢上了小光的卷卷耳，但是卷卷耳只喜欢小只的皮卡丘，所以恋情失败。4、马纳菲。马纳菲被叫做沧海的王子，他能和宝可梦或者人心意相通，甚至交换心灵。另外，他也是唯一一只能和百变怪生下小宝宝的神兽，不过生下的叫做菲欧娜，而菲欧娜却不能进化成马纳菲。她在剧场版《沧海的王子》中登场，表现中规中矩。女主小瑶在这剧场版中福利满满，有兴趣的可以自行观看。5、卡普奇奇。卡普奇奇是阿罗拉地区波尼岛的守护神，他能够制造出净化之水，性格不喜欢战斗，因为较为温和的性格，他的耐久也是岛神中最高的。可他偏偏又是超棒的水系妖精系，抗性良好的他一下子成为了大热门，而且也能有效反制宇宙第一咆哮虎，自身特性还能挡住专属 Z 斗龙，是一个超级强大的宝可梦。动画中它产生的雾甚至能联系起死去的世界，这里马奥见到了死去的母亲，炎热喵也遇到了死去的长毛狗，还学会了大字报。6、凯路迪欧。凯路迪欧是水系格斗系宝可梦，也是年龄最小的圣斗士。他在裘雷姆剧场版中登场，开始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，还没点实力就跑去找裘雷姆开始圣剑士考验，结果被吊打，脚都被打断。之后在逃亡时遇到小智，在与小智等人的相处中，他逐渐改变，最终变得勇敢，爆发出觉悟形态的他和裘雷姆再一次对战，最终得到认可。游戏中他的实力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他却是少有的不能学会极冻光线或者暴风雪的水系宝可梦。7、帕洛奇亚。帕洛奇亚是水系龙系的宝可梦，样子非常帅气，他是掌管空间的1级神。在剧场版里，他要么和时间神蒂亚卢卡对战，要么和阿尔宙斯对战，是个不安分的主。在光环的超魔神胡帕中，他被大胡帕召唤，但是他参战的贡献很低，仅仅用亚空列斩劈碎一栋大楼。而在后面时空崩坏的时候，他堂堂空间神对其竟然无计可施啊！只能说剧情需要吧。
8. 波尔凯尼恩。波尔凯尼恩是唯一一只水系火系的宝可梦，很明显它的设计取自蒸汽机。在剧场版里可以看出它很傲娇，嘴上不说，实际非常关心玛吉亚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水系的神兽啦，我个人更喜欢娜娜飞一些，你们呢？